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顶尖猎人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我选用的还是2P 的凯西。有小伙伴可能有疑问，说怎么直接选凯西啊？看了我上一期的视频，应该清楚了。我开场呢把罗迪卖掉了，投了2个币，然后1P送掉了。这样直接就可以使用凯西。1P 的罗迪表示：“我真的谢谢你啊！”但是谁让他不能选人了？没有办法。那这2个角色有什么区别吗？招式上略有区别，区别主要是在于贴图。连打攻击键的话，罗迪是百猎拳；发射飞行道具，罗迪也是用的拳。但是这2样，凯西都是用的脚。妹子果然还是要玩腿啊！这是本关的隐藏关，里边就是一些奖励，在里边理论上咱们是不会受伤的，但是如果碰到刺球或者是被对面的小兵打到，咱们会丢掉超级形态，这一点还是要注意。我的血量现在不满，如果遇到加血的道具，还是要注意收集一下。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背板，这款游戏是非常典型的，如果你背好板，你就能够玩好的游戏。它和很多飞行射击游戏还有一些快节奏的动作游戏不一样，这款游戏难度不高，节奏也可以自己掌握。所以说如果你背板背明白了这款游戏通关就没有难度了。很多 BOSS 打法透露性也非常强。我现在攻略的是第3个星球，风之星。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选择的时候，都把风之星放在最后一个。哎，这里我失误了，我想使用一个飞行道具，结果出了一个升龙。但是咱们的强化等级比较高，所以说使用升龙的话，也带出了一个飞行道具。这里抢到了一个机甲，这个机甲叫做猎犬。上一期也介绍了，家用机的版本可以使用招式更多的猎犬王，而且家用机的版本有一个隐藏的结局。隐藏的结局在这个视频的最后，我给大家放一下。我估计99%的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没有见过。它要求你最后使用特定的招式打倒最后的几个 BOSS， 这样才能看到，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而且方式比较隐晦，藏得很深啊。这里打的就是风之星的 BOSS， 叫做比格曼。比格曼是最终 BOSS 克拉普顿手下的4天王之一。4天王咱们在最终关的时候还会打到的。好，这里不断的近身肉搏，把它控在屏幕范围之内，然后就可以快速的清掉。不应该说是快速，因为刚才打的虽然安逸，但是并不快啊。屏幕里出现了一个巨型的飞船，这个飞船就是最终 BOSS 克拉普顿的母舰，咱们最后一关要攻略那里。4颗星球，现在只剩下火之星了。同样，每关隐藏奖励关的位置还会给大家演示的。火之星的隐藏关有一个藏得很深，不容易被发现啊。捡到了强化道具，这个强化道具竟然不能从本关带入到下一关，因为3段的强化道具是有大招的。游戏的招式也是比较多的，至少有10招左右，但实际上通关的时候用到的并不是很多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明明都通关了，但是很多的招式并没有用到，没有他上场的机会啊。
这个应该是关卡流程设计的锅啊，并不是系统的锅，因为本身系统已经做的尽量的很丰富了，但是关卡的流程当中，因为难度还有一些谜题的设置，导致很多的招式没有登场的机会。又是小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同样，咱们利用双线的系统，他过来的时候，咱们再进行攻击，防住了。墙上有一个开关，双线的系统就是本作的精髓了。利用的好，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，让游戏的难度直线下降。我刚说完直线下降啊，这里就打脸了。利用了一下游戏的双线系统，结果把猎犬王卖掉了。我本来想踩那个小兵的，结果踩到火上了。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啊！本关的隐藏关还可以，它就是一面墙，你把墙打碎就会出现入口。但是下一关的隐藏关藏的就非常深，很难发现啊。咱们距离 BOSS 也不远了，这个墙吐火，我如果刚刚有猎犬王的话，我就直接上去推了。非常可惜，刚刚失误了，把载具卖掉了。前方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小 BOSS 其实没什么说的，每个打法都差不多。先把狗子抢下来，然后捡枪，等他窜线，给他一发。我这个家伙血量好多呀！我的猎犬如果快挂了，咱们就和他拼命。等猎犬真的挂了之后，可以利用猎犬爆炸之后的残骸对他进行攻击。还差一拳，这一拳我出的有点晚了。这款游戏就是有一个特点，你的人物或者你驾驶载具的时候，如果突然一个转身，你再按拳，这拳是出不去的。我感觉操作上有一点点的问题吧。这种感觉不像铁拳，它有一个体式的概念，比如说下蹲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起身的过程当中，不能做普通的攻击动作。这款游戏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虽然人物贴图转过来了，但实际上人物转身的判定还没有结束，就导致玩家操作的时候感觉回身一拳可以顺利的打出，但实际上呢用不出来。游戏的制作真的是一门学问啊！好，这里就是本关的隐藏。开着猎犬直接跳进去了。我的生命数应该是不够啊，好像之前错过了奖命。昨天录制完之后更新了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玩这款游戏呢，我们都是前边玩得很顺利，但是打最终 BOSS 异形态的时候是一只机械龙，在那里要至少交代5条命。”还有小伙伴不会打最终 BOSS 最后形态的，其实都可以通过套路来解决。这种拉环里边有的是陷阱啊！这里有一只大怪兽，
这种怪兽就是星球的原生的生物，一发陷阱就干掉了，非常可惜啊！这些陷阱在打正式的 BOSS 的时候没有出现，一般都是打精英怪或者小 BOSS。上来一堆落石，前方离 BOSS 就不远了。给了好多时间，但其实咱们的时间已经足够用了。手里拿了一个炸弹，这个炸弹赶紧扔出去。好的，开始攻略火之星的 BOSS 伯恩博士。他的弱点是头，这个头需要你打他的躯干，然后头会飞下来。咱们再轻轻地敲响他沉睡的心灵吧。使用猎犬的拳头，哇，这个家伙竟然会咱们小的时候的绝技啊，王八拳。别说咱们小时候了，我发现很多的所谓武林高手啊，打擂的时候也经常施展这个招式，说明还是实用，攻防一体。缺点就是用的久了胳膊就酸了。咱们4个星球都攻略完成。下一关就是克拉普顿的母舰，这关最后咱们还要面对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，等于要打6个 BOSS， 再加上中间有小 BOSS， 这就是第一关的一个小 BOSS， 这就投降了。如果我手里有个盒子呢，能够秒了他呀。但是手里只有一把枪，把猎犬抢下来。有猎犬心里就有谱了，非常的有安全感。这个家伙刚才为什么要向上攻击啊？我刚才是跳起来了，但是离他很远啊。又给了一只狗。这2个狗给的间距太近了，我现在驾驶这只好像已经受伤了，但是实际上打最后的 BOSS rush 环节，狗没什么大用，咱们需要肉搏。猎犬已经冒烟了，这里就是冲过去。犹豫就会败北啊！小 BOSS 战，一个百裂角加上一发飞行道具，它的血量就这么多，每次遇到它都可以这个套路来解决。对面已经有投降的小兵了，这里又来了一个小 BOSS， 就是大号的喽啰兵啊！3个飞行道具就打完了，这家伙血量真的是少。我手里拿的枪是人类的枪，所以说使用机器不能用，直接就扔掉了。好的，开始 BOSS rush 的环节，一共是6个，包括了之前 BOSS 座下司天王、风之星的比格曼、火之星的伯恩，还有森之星的斯莱，这个就是斯莱啊。另外还有冰之星的米斯蒂。打完了他们4个之后，开始打机械龙。打完机械龙，开始打克拉普顿本人。咱们使用飞行道具攻击他，非常的疼。
这里不要贪刀。我刚才又失误了，想使用飞行道具，又出了个升龙。把这个家伙拆掉，就要最终 BOSS 了。这个应该是最好拆的。跳跃，躲一下对面的飞行道具就可以了。不贪刀，安全第一。打这个龙可以等机会来打他的头，也可以把他脖子上的零件拆下来，然后往他头上扔。他就几种攻击方式：身体喷火，威胁不大；龙头喷火范围比较大，这个要躲。还有呢，就是用嘴来咬人。看他想要咬我的时候，给了他一下。这下又失误了，我感觉我飞行道具用的成功率太低了，还差一点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开始打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有一个套路，就是利用你平 A 的最后一下，你的拳头是向上伸的，这一下可以直接把 BOSS 击倒。击倒之后，他会陷入眩晕，眩晕了你就抓，抓完了继续击倒，这样无限循环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家伙是非常难打的。他的双刀可以抵挡咱们的攻击，而且防反用的非常溜。这个套路打他非常的好用。这样咱们就通关了。通关之后呢，我把隐藏的结局附在视频的最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顶尖猎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